快看，不要怀疑，这是用 AI 生成的影片。嘿，我是忍者妈妈，带你使用 AI 工具完成自己的动画作品。我们之前讲过如何产生角色一致的图片，那我如果有2个角色能够做到吗？今天就来讲这个部分。首先来到 ArtFlow 的网站，用 Google 账号登入，这是它的收费表，免费账号可以训练一个模型。如果把模型删除，后面要在训练模型时要自费。如果要训练第2个模型，也是要另外自费。选择演员这里可以建立图片，或是从这边也可以建立图片。这边有3种模式可以选择：头像、一般、主播模式。选择长宽比，这里有范本可以选择，范本里面有分类，可以选择1个人或2个人，还有图片的长宽比。选择后会自动带入提示词及演员，调整人物大小及方向。如果不要用它预设的演员，删除演员，保留提示词，再选择其他演员，然后按生成就可以咯。人物上衣都有一致了，但是裤子没有。我们检查一下原本的提示词，果然没有写。我们来把它补上去，再跑一次。这次跑出来的图片，裤子就固定了。鞋子的部分如果要固定，也是重复一样的动作。这次顺便把人物换个角度，看是否会一致。女生的高跟鞋4张里只有1张错误，男生的鞋子4张里有1张颜色不对，1张没穿好。再跑一次看看，这次男生的鞋子全部正确，反而是女生的高跟鞋1张换了样式，连裤子都变短了。2张换的颜色，4张里只有1张跟上一批一样。颜色变色的部分应该就是我们之前在 Skyreels 里讲到的剩色问题。回到 AI 的本质，它还是数学。AI 演算的结果不是绝对值，常常会因为小数点后面的数字造成误差的结果，就是我们看到的不稳定性。所以每一家的 AI 工具或多或少都有这类问题。从这边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，如果一次给 AI 太多任务，它的完成率就会下降，因为计算太多遍，误差就会越大，当然就很难稳定哦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当初训练完模型，官方给我们的范本为什么几乎都是半身照了？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？一个是避开会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，分镜如果都是生成半身照，一致性就比较好控制。另一个方式就是在其他 AI 工具用一致性的全身照片训练角色专属模型，再用这个模型生成。ArtFlow 这边训练的演员只有脸部一致，之前在演员之后还有一个角色的功能，但最近拿掉了，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再放上来。以后如果再放上来，可以再试试看服装或配件是否能一致。接下来我们用相同的人物加上不同的范例背景测试看看。你也可以自己写，但为什么要先用范例的呢？因为比较稳定，可以直接预期到结果，减少试错的时间。模型是官方训练的，它怎么训练，为了什么资料，这个只有官方知道，除非它有公开说明，不然你盲目的测试只会花掉很多时间。你的认知跟这个 AI 模型的认知有多少是一样的呢？所以建议先从范例测试，再慢慢改写范例的提示词。等你慢慢熟悉这个工具使用的提示词之后，再自己写，才能驾轻就熟。这是一个帮助自己快速进入状况的方法，适用每个 AI 工具。这边我们用了2个范例的背景，第一个是这个，第2个是这个。点选范例后，调整人物位置及大小，把角色提示词换掉，保留背景提示词，风格的部分只保留1个，按生成就可以咯。再来，如果不用范本，我们也可以直接打开导演模式，就会出现第1个角色，点选这里可以增加第2个角色，然后这里可以变更图层，如果有重叠到的部分，看谁要站在前面，这边可以个别调整人物大小及角度，然后选择演员，填入人物的提示词，填入背景的提示词，如果需要的话还可以填入负向提示词，控制不想出现的部分。这边还可以选择图片风格，设定好之后按生成就可以咯。一次会生成4张图，点入图片，右上角这边可以下载或分享，这里可以复制提示词，这里可以将图片名称重新命名，点选这边可以在这张图片的基础上做变化，但我试完的结果还没有很理想。如果想要将图片转成简单的影片，可以点选这边，来到影片编辑工作室，
它会自动侦测人脸，但也不是每一张脸都能侦测到。如何才能侦测到人脸呢？它这边有一个说明，必须是人类正面找得到嘴唇，所以如果是动物侧脸、歪头、戴帽子等等，就没有办法侦测到。如果有侦测到，可以在对话这边选择语言及声音，在下面输入台词，就可以进行口型同步。但是只要是用图片转口型同步的结果，都会很僵硬，就像人物如果是动态的，而背景只有一张图，看起来就会很奇怪。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用影片转口型同步的工具，例如我们之前在这一集讲过的 ThinkLabs 或是拉拉木。拉拉木现在已经有2个人对话的功能了，下次再来介绍。好，回到这边，上面这里可以增加分镜，点选这边可以选择分镜要使用的图片，往下拉还有一些虚拟主播及空镜头的图片，也可以上传自己的图片，这边可以将图片放大，这边可以选择头像角色，放在右下角做解说员，可以选择圆形或方形，还可以做近摄，这边填入台词，这边选择语言及声音，有的声音还可以选择情绪，但不是每一个声音都有情绪的选项，按这里播放可以试听，但是要扣点汇出后才看得到口型同步，这边可以选择运镜跟特效，你也可以从这边直接进入影片编辑室，直接开一个分镜，重复上面的操作，不一定要在这边生成图片。除了 ArtFlow 之外，还有什么工具可以做到2个角色一致呢？第一，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Skyreels 是一个专门做漫画的 AI 工具，而 ArtFlow 比较适合拟真人。之前看到很多人在留言会问，如果想要自己当演员的话，要怎么做呢？ ArtFlow 这个工具就很适合用自己的照片训练模型，然后再自导自演，满足你的电影梦。第二，训练自己的 GPTs， 只是模型一旦训练之后是没有办法搬家的，你就必须一直付费给 OpenAI， 将来如果要换工具，就只能重新训练。第三，学习 Stable Diffusion， 但是它的安装及界面比较复杂，有硬体设备的要求，还有夏季电费及电力供应是否充足的考量。电脑跑到一半，如果突然断电是很伤的，所以我们频道都是先从只要可以上网就能用的工具开始讲，让大家不要因为经济的落差而丧失学习跟进步的机会。脱离贫穷唯一的方式就是教育，在全新的科技面前，我们的起跑点都一样。最后补充一点，除了学习 AI 工具之外，还要学习该领域的专业。想做电影的，还是要学习电影的专业；想做漫画的，还是要学习漫画的专业，这样你才能真正做出好的作品。AI 只是一个全新的工具，改变原本做事的方式而已。今天分享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是不是很简单呢？赶快去试试看吧！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、按赞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站在 AI 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看得更高更远吧。